们要准备登机啦。这一次坐的是第32排，好久没有走这个空桥了。我觉得这个空桥是新的吧，还蛮期待坐星宇航空，听说上面的餐非常的好吃。其实我自己搭过7、8次才出来的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通爬的位置呢是在。是头妈拿妈后手，睽违了3年，今天终于又踏上了桃园机场来迎接今天最兴奋的星宇航空。等了非常的久，今天终于可以来搭乘。想知道在星宇航空有哪些好玩的东西可以体验吗？今天跟着头妈一起来前进泰国曼谷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别忘了先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曼谷见喽，拜拜。现在我的位置是在一航下的换押贵宾室，因为信用卡的关系，所以在登机之前先来这边看一看。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贵宾室，觉得还蛮新奇的。曼谷的贵宾室除了一般的沙发，基本上它还有像蜂窝巢式个人的小包厢。那里面呢也有阅读灯啊、插座、办公的地方，小小的空间让你觉得还蛮有隐私感。刚稍微看了一下，我吃了1碗粥，自己倒了1杯白酒。其实我觉得时间还蛮赶，因为很久没来机场，所以待会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，待会候机时间。星宇航空在2020年开始成立，成立之后就刚好碰上了疫情，到现在已经拖了快3年的时间。这一次的好不容易国门已经开放，我们要搭乘最新的 A330 New Engine Option， 要前往的是曼谷。我们要准备登机啊！至少要讲星宇航空 A330 经济舱才22配置，共有269个座位，每个座位都有13寸 4K 触控萤幕、USB 充电插座及 3.5mm 耳机孔，也可以使用蓝牙连接自己的无线耳机哦。椅背上有平板电脑专属立架与饮料杯架，折叠式用餐桌板让座位空间显得更大。双层置物袋可以放置个人的小物品，当然少不了机上杂志及最重要的安全须知卡。前方座位下有万国插座，别忘了带充电线在身上。经济舱耳机使用发泡式耳垫，让耳朵更舒服。后方皮革头靠枕可以随意调整适合的弯度，搭配深灰色织布座椅及茶色小枕头。坐下后，距离前方座位还有约2个拳头宽。天花板有闪亮星宇 logo 闪耀星芒，安全灯号已亮起，竖直椅背扣上安全带，打开遮阳板，我们准备起飞吧。Go.
宇航空，整个品质还算 OK， 东西真的非常好吃。为了这一杯灿烂宇宙等了很久，我觉得空姐非常好，他们有非常多的事情要用。灿烂宇宙它身上画的那个十字，大概就快有50-60个以上的，然后又要卖东西，买免税品，中间还要送冰淇淋，他们根本忙不完，进出，真的还蛮佩服他们的。抵达了曼谷的机场了，好久没有来到曼谷，我们先入关喽。刚刚的海关人真的是非常多耶，有太多的外国游客。进海关等了快有50分钟，不过最后还是顺利的进来了。第一次搭星宇，还是感觉还蛮好玩的，期待这次的旅程喽。希望你会喜欢这次的影片，我是托马，我们就下个城市见，拜拜。这次的起飞之前，在网络上已经预定了这一台A330的模型。如果在现在买的话，还有88折的优待，而且飞机上的免税品还比它的官网上又便宜了，好像150块。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在这边用免税品的方式买，还蛮便宜的。记得如果你要买这种飞机的模型的话，必须要台北起飞的航线才有。如果外地回来的话，可能会没有。所以要好好把握机会，先这样子。